今天的節目咱們講瓜迪奧拉。最近亞馬遜瓜迪奧拉的紀錄片老 K 看了，非常喜歡，推薦大家看看那邊，再看看這裡，相得益彰。那麼今天我做瓜迪奧拉，明天又輪到弗格森，後天又是穆里尼奧，咱們以此循環。首先，關於我們喜歡的瓜瓜，必須把它分為球員生涯階段和教練生涯階段。球員這一部分，我把它分為4個階段。第一階段1971到1990年，這是從聖佩多爾少年隊到拉瑪西亞，克魯伊夫發現了自己的4號位大腦。第二階段1990到1996年，在克魯伊夫的夢之隊，從青訓少年到巴塞羅那中場核心。第三階段1996到2001，後克魯伊夫時代，作為隊長，他的傷病，還有在巴塞羅那最後的歲月。第四階段2001到2006，漂泊去了海外的瓜瓜，在意大利，在卡塔爾，在墨西哥，他的球員生涯的終點是怎樣？好，咱們這就開始。1971年1月18日，瓜迪奧拉出生在加泰羅尼亞的小鎮聖佩多爾，這裡距離巴塞羅那大約70公里。他的家庭非常普通，而據母親後來回憶，瓜迪奧拉從很小的時候就整天抱着足球出去玩，包括咱們瓜瓜本人，幾乎記不起來自己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踢球的。在他的記憶裡，似乎從小就一直在帶球，而他並不是從童年時就靠身體天賦能夠碾壓所有人的神童。他的特點從小就是喜歡足球、觀察足球、思考足球。大約1982年，瓜迪奧拉11歲左右，巴塞羅那曾經注意過他。當時瓜瓜的父親看到報紙上的試訓信息，就為兒子報名參加了巴塞羅那測試。但瓜瓜第一次試訓表現並不好，原因不是技術不夠，而是因為緊張。之後又進行了測試，最終巴塞羅那同意願意接收這個孩子，但父母最開始卻有所顧慮，因為瓜迪奧拉當時非常的瘦小。家人們擔心這麼瘦小的一個孩子離開聖佩多爾去巴塞羅那住宿和生活，會不會根本適應不了？所以11歲左右的瓜迪奧拉曾經接受過巴塞羅那考察，但並沒有馬上進入拉瑪西亞。第一次機會沒有真正變成轉會，但巴薩沒有忘記他。真正改變一生的日期是1984年6月28日，13歲的瓜迪奧拉從曼雷薩體操俱樂部正式加盟巴塞羅那的青訓系統。這裡面巴塞羅那青訓的傳奇球探奧里奧爾托爾特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的瓜瓜已經是一個很聰明的中場球員，但身體依然偏瘦，於是成功選進去之後，1984年9月3日，瓜迪奧拉正式入驻拉瑪西亞。在後來保存下來的照片中，能看到瓜迪奧拉和弟弟站在拉瑪西亞門口的照片。從這時候開始，他就一直在那兒居住到1990年，整整6年。住進拉瑪西亞之後，瓜迪奧拉每天睜眼就能看見諾坎普，這段經歷對他非常重要。當年的拉瑪西亞還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現代化足球學院，它實際上是一棟歷史悠久的老建築。年輕球員不僅在那裡訓練，而且在那裡生活、吃飯、學習、睡覺。瓜瓜很喜歡這兒，因為每天生活的目標只有一個，把足球踢得比昨天更好。而從宿舍窗口就能看到諾坎普體育場。如此宏偉的建築，對一個13、14歲的巴塞羅那少年意味着什麼？幾乎不用解釋。他每天睡覺前就看看諾坎普，醒來之後第一件事還是看看諾坎普。但這時候他最大的問題是瘦弱，力量不足，速度也不突出。在巴薩內部曾有人認為這個瘦高的少年身體條件不足，因為過去的巴塞羅那青訓選材非常看重身體條件。年輕的瓜迪奧拉因此並不是所有教練都看好的球員。但是他已經擁有另外的幾樣東西，他的觀察能力，他的預判，他接球前的思考，還有傳球的精度，以及對空間的理解。而這些恰恰是後來克魯伊夫最重視的東西。1986年4月16日，歐洲冠軍盃半決賽，巴塞羅那對陣瑞典的哥德堡。首回合巴塞羅那在客場輸了個0-3。回到主場諾坎普之後，巴塞羅那必須完成幾乎不可能完成的逆轉。結果皮奇阿隆索連進3球，把總比分扳平。比賽最終進入點球大戰，門將烏魯蒂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最後維克托·穆尼奧斯罰進決定性的點球，巴塞羅那奇蹟般進入了歐洲冠軍盃決賽。而這場比賽就在球場邊上，有一個15歲的球童，他就是瓜迪奧拉。比賽結束之後，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興奮，直接衝進了球場，跑到自己的偶像維克托·穆尼奧斯身邊，希望得到他的球衣。而這個畫面恰好被攝影記者拍了下來，這後來成為瓜迪奧拉職業生涯最著名的照片之一。而到了1992年，瓜瓜已經可以站在歐洲冠軍盃決賽的首發陣容裡，而且最終成為歐洲冠軍。
距離現在那是6年後的事了。1988年，真正改變瓜迪奧拉命運的人來了，克魯伊夫返回巴塞羅那，成為巴塞羅那主教練。這不僅僅改變了巴塞羅那一線隊，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改變整個俱樂部對於足球的理解。以前，許多教練挑年輕球員，首先會問：這個孩子有多高啊？身體強不強壯啊？速度能有多快呀？而克魯伊夫關心的問題卻更接近於：這個孩子能不能理解比賽？他能不能控球？接球之前，他是不是就知道下一步應該幹什麼？他能不能讓球隊一起運轉起來？是的，巴塞羅那青訓從克魯伊夫到來之後，開始進一步強調控球、傳球、空間和技術。但這裡我們要提醒一句，拉瑪西亞青訓理念的轉變還不是從克魯伊夫開始的。未來老 K 專門做一個系列關於拉瑪西亞青訓，到時候會詳細提到。那麼這時候的瓜瓜本來並不是後來大家最熟悉的那個位置。在克魯伊夫剛剛接手巴塞羅那之後，有一次他去觀看年輕球員的比賽，他看到一個17歲的瘦高少年在右側的中場活動，於是克魯伊夫問身邊的雷克薩奇：這個孩子是誰？雷克薩奇說他叫瓜迪奧拉。隨後克魯伊夫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把他移到中場中央去。就這樣，瓜瓜成為整個球隊的拖後組織核心，而他適應得非常自然。這可能是瓜瓜整個職業生涯最重要的一次位置變化。而後來著名的巴塞羅那4號位到底是什麼呢？這裡必須要解釋一下。在這裡，4號不僅僅代表一個球衣號碼，它後來逐漸變成巴塞羅那一種特有的足球角色。大概的站位，最後面是一條後防線，然後是瓜迪奧拉，在前面是中場，再前面是前鋒。瓜瓜的工作不是衝到禁区裡進球，而是後衛把球交給他，他觀察對方的逼搶，他調整自己身體方向，再決定向左、向右還是向前，然後把整支球隊從後場帶到前場。所以瓜迪奧拉不像是發動機，他更像是變速箱，或者甚至可以說是中央處理器 CPU。球到了他這裡，球隊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兒去。因此他的核心能力不是跑得有多快，而是比別人更早的知道球應該去哪兒。這一點特別重要，提前埋下了伏筆。瓜迪奧拉後來自己也解釋過，如果不是自己當年踢中場中央這個位置，可能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教練瓜迪奧拉。因為站在球場那兒，他必須同時觀察門將在哪兒，中後衛在哪兒，邊後衛在哪兒，其他的中場隊友在哪兒，我們的前鋒在哪兒，對手第一道逼搶在哪兒。也就是說，別的球員經常從自己的位置看待足球，而瓜瓜從少年時代開始就被迫從整支球隊的角度看待足球比賽。後來在曼城的後場出球，在巴塞羅那的 Tiki Taka 傳控，在拜仁慕尼黑中場的各種變化，全部可以追溯到這裡。他自己後來也明確表示過，作為教練，他觀察足球的方法就和自己當年踢中場中央的位置直接相關。這裡咱們也說一下，瓜迪奧拉球員時代的4號位本質上就是後來我們所說的6號位中的一種特殊版本。更準確的說，4號位是克魯伊夫的巴塞羅那體系自己的叫法，而6號位則逐漸成為了現代足球更普遍的戰術上的叫法。但是他們不能簡單的劃等號。巴塞羅那的4號位特別強調組織功能，而現代6號位的範圍要大得多。瓜迪奧拉的4號位就是站在防線之前的組織者。當時克魯伊夫來到巴塞羅那，將荷蘭足球的一些位置編號的觀念帶了進來。在克魯伊夫的體系中，中場的菱形站位最靠後的那個球員經常被稱為4號，而我們現代足球中場最靠後的球員一般稱為6號位。但已經完全有不同的類型，有純防守型的6號，有組織型的6號，有全能型6號，還有位置型6號。所以過去巴塞羅那的4號位基本可以算進現在的6號位，但不是所有的6號位都能算巴塞羅那那樣的4號位，這裡非常重要。然後時間到了1989年5月1日，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巴塞羅那前往巴尼奧萊斯參加當地俱樂部成立75周年的紀念賽。因為一線隊剛剛參加過正式比賽，而且馬上要準備歐洲優勝者杯決賽，所以克魯伊夫帶去了大量的年輕球員。18歲的瓜迪奧拉獲得首發，這是他第一次代表巴塞羅那一線隊參加比賽，雖然只是一場友誼賽。巴塞羅那最終6-2獲勝，但瓜迪奧拉本人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在中場休息的時候，克魯伊夫就將瓜迪奧拉換了下來，替換他上場的人是誰呢？蒂托·比拉諾瓦，嘿嘿，是不是非常有意思？20年之後，當瓜迪奧拉擔任巴塞羅那主教練，比拉諾瓦正是他的助手。2個人後來又一起創造了那個偉大的巴塞羅那王朝。
而後來在著名的和穆里尼奧的國家德比，穆里尼奧用手戳眼睛的正是那個比拉諾瓦。但現在比拉諾瓦已經因為癌症去世，讓我們緬懷故人。回到1989年那一天，瓜迪奧拉踢了上半場，比拉諾瓦踢了下半場。更經典的是，比賽結束後，克魯伊夫給了瓜迪奧拉一個非常毒舌的評價，大概意思是你踢球踢得比我奶奶還慢。瓜迪奧拉後來承認當時自己非常難受，他甚至覺得自己完了，以後可能再也不會代表巴塞羅那一線隊比賽了。但是瓜瓜誤會了克魯伊夫，克魯伊夫不是準備放棄他，恰恰相反，他正在用自己的方法塑造他。因為克魯伊夫真正看重的從來不是瓜瓜的速度，後來培養他的核心邏輯其實非常有意思。如果身體跑不過別人，那你就要讓球跑得比別人更快。如果你需要帶球10米才能擺脫壓力，那說明你的思考可能已經晚了。真正聰明的中場應該接球之前就觀察，接球之後迅速完成動作，一腳兩腳的處理，然後重新移動。所以我們後來看到的瓜迪奧拉足球有一個思想貫穿了幾十年，人跑得可以不快，但球必須快。這就是為什麼瓜瓜會如此的痴迷空間、站位、傳球的角度、第三人、人數的優勢，還有接球方向。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他過去自己作為一名身體條件並不優秀的球員能生存下來的方法。1990年1月31日，巴塞羅那主場對陣皇家奧維耶多，克魯伊夫第一次把瓜瓜放進正式的聯賽比賽名單。他坐在了替補席上，但最終沒有出場，比賽0-0結束。但這時候克魯伊夫已經開始認真考慮把瓜迪奧拉帶進一線隊，所以瓜瓜並沒有突然成為大明星，他幾乎完整的走完了巴塞羅那青訓的每一級台階，這對理解後來的他非常重要。當他2008年成為巴塞羅那一線隊主教練之後，他為什麼敢於相信像布斯克茨、佩德羅這樣的青訓球員？因為他自己過去就是這樣走上來的。1990年12月16日，真正的歷史性時刻到了，巴塞羅那對陣加迪斯，地點諾坎普。瓜迪奧拉19歲，原本一線隊中場球員吉列爾莫·阿莫爾因為停賽不能出場，於是克魯伊夫決定讓瓜迪奧拉首發，而且給了這個第一次參加一線隊正式比賽的19歲的年輕人10號球衣。瓜瓜的第一次正式比賽穿的竟然是10號，而比賽前一周，克魯伊夫已經暗示過他，你可能要首發哦。於是瓜瓜呀，緊張的不得了。到了賽前熱身，他非常拼命的跑。這時候老隊員何塞馬里·巴克羅看到以後過來提醒他，熱身別這麼拼命，否則正式比賽開始5分鐘以後你就沒有力氣了。最終的比賽巴塞羅那2-0取勝。第14分鐘奇蹟貝吉里斯坦進球，第74分鐘巴克羅進球。瓜迪奧拉首發並且踢滿了全場，而且還得了1張黃牌。當天巴塞羅那的陣容裡還有門將蘇比薩雷塔，以及何塞拉蒙·阿萊桑科、里卡多·塞爾納、南多、尤西比奧、巴克羅、米歇爾·勞德魯普、貝吉里斯坦、胡里奧·薩里納斯。不過雖然他已經登場，但這個時候他仍然只是一個剛剛跨進一線隊大門的年輕人。90到91賽季，瓜迪奧拉仍然需要在預備隊和一線隊之間往返來回。他那個賽季一共只參加了6場正式比賽，真正的爆發還要等到以後。但這時候另一個機會已經出現了。克魯伊夫原先在中場拖後的位置使用的是路易斯·米利亞，但米利亞與巴塞羅那在續約問題上產生嚴重矛盾，最終加盟了皇家馬德里。正常情況下，當一個球隊失去這個位置的主力球員，應該去轉會市場買人。但克魯伊夫的想法不同，因為他的青年隊裡已經有了一個人，那個年輕人身體不強，速度不快，進球也很少，但是他看足球的方法比許多成年人更成熟，這個人就是瓜迪奧拉。克魯伊夫並沒有因為米利亞的離開過分擔心，他認為自己的青訓系統裡已經有一個視野更加出色的年輕替代者。瓜迪奧拉呢，後來談到克魯伊夫時，他甚至說過，在遇到克魯伊夫之前，我以為自己懂足球，當遇到他之後，才發現足球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好，另外咱們再介紹一下瓜迪奧拉的家庭，他是家裡4個孩子中的老三。父親瓦倫蒂·瓜迪奧拉是個泥瓦匠，母親多洛爾斯·薩拉從事紡織行業。家裡的經濟並不富裕，但父母通過勤勞、正直和樸素的原則將他撫養長大。1988年前後，當時18歲的瓜迪奧拉已經從拉瑪西亞的宿舍裡搬了出來，開始和隊友一起合租公寓。
他已經逐步走向獨立，並且迎來了自己第一份重要的職業合同。而在1990年以前，年輕的瓜迪奧拉正在全力衝刺自己的職業足球生涯。他個人的私生活和情感經歷極其低調。日後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塞拉是在90年代初期才認識，並且最終相守的。正是這個叫克里斯蒂娜·塞拉的女人對瓜迪奧拉非常重要。最近亞馬遜的紀錄片《美麗的執念》裡，瓜瓜也非常罕見地公開談論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在更衣室訓話的時候向球員們坦白，我和這個星球上最美麗的女人離婚了，她是我的妻子，我的前妻，我無比的愛她，但我們失去了激情。薩拉曾經提到，瓜迪奧拉對足球太專注，這種工作狂的狀態導致個人生活和職業承諾之間失去了平衡。他在曼城執教數十年的高壓的生活，以及決定續約到2027年的決定，被薩拉認為是優先考慮事業而不是家庭，這加劇了他們婚姻的破裂。2019年，薩拉就帶着孩子們返回了西班牙，而瓜迪奧拉則獨自留在曼徹斯特。長期的距離疏遠了雙方的感情。可儘管已經分開，兩人的關係現在也很誠摯、很穩定、很友好。當今年5月瓜迪奧拉卸任曼城主教練，薩拉還曾經飛到曼徹斯特和他一起處理各種事務，隨後兩人一起返回巴塞羅那。現在他們都居住在巴塞羅那北部，在可以俯瞰整個諾坎普球場的地方，但他們住在不同的房子裡。目前雙方都沒有明確的復合的計劃，但有西班牙媒體報道，隨着瓜迪奧拉卸任並開始休整，兩個人對未來重新走到一起都持開放的態度。下一集我們將聊到瓜迪奧拉球員生涯第二階段1990到1996，預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感謝您的點讚熱推，歡迎您在評論區提問留言。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下次再見。